大家好，我是冯医生。感冒了以后的话，最容易引发的一个病症就是咳嗽。那么小孩的出现的几率会更高更大。小孩的主要的病症集中在我们的消化系跟呼吸系统啊。那么呼吸系统里头，咳嗽占了非常大的比重。所以的话，一旦感冒了、发烧了、流鼻涕了，就要时刻考虑到是否会出现咳嗽。那么出现咳嗽怎么去办？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教给我，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办法，说知母、贝母、款冬花、寒热虚实一把抓。什么意思呢？知母、贝母、款冬花，这是3个药，我不管你咳嗽导致的病因是什么，咳嗽的话有寒热虚实，我就把这3个都煮进去啊，让你去喝，大概率它都会有一定的效果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啊！如果能够及时的得到医生的诊治、求医啊，看诊也非常方便的话，那么还是要在医生的处方下会有针对性的治疗。但是这种情况就是以防自己孩子又出现了症状还比较重，家里又是多人，出行也不方便，或者是离我们的诊所啊比较远。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处置。那么有的人可能这样一处置他就好了，不好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医生。今天的这个方案的话，我简单的给大家再分析一下知母、贝母、款冬花3个药。知母，《伤寒论》里的话，关于知母的话也是应用非常的灵活，它是苦寒的，入肺经的。那么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说的话，这个知母上可以润肺，下可以润肾，它归这个肺肾经。配伍在不同的方子里，它的走向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肺在上，肾在下。还有一个是贝母，贝母的话，大家一听这个药名，感觉它是一个贝壳类的药物，其实它不是，它是一个植物性的，只是它的那个外形特别像贝壳，所以叫贝母。而且贝母的话又分成了川贝和浙贝，根据产地不同。尤其是小孩咳嗽的话，我们一般推荐的是川贝，药性比较平和，适合小孩。第3个药是款冬花，款冬花就是我们说的花蕾，它在用药的时候也有2种，一种生花，就是直接用的款冬花原花，还有一种叫秘制，就是经过一定的炮制。外感性的疾病呢，我们一般建议是用生花；如果是慢性病症虚损型的，我们一般用秘制，它的药物的这个偏性使得它能够更加的温和。款冬花的话是温性的，知母跟贝母的话是寒凉性质的。知母、贝母、款冬花这3个药里头，它的药的寒热温凉还各不相同，而且它们在止咳化痰的时候也各有所长。知母是清肺化痰止咳，它只要是清泻肺热，肺热会导致痰多，会导致咳嗽，它就擅长于清肺化痰止咳。贝母呢，润肺化痰止咳，尤其是这个川贝，它的药性比较平和，对我们的肺脏具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滋润的效果。它的功效概括来讲就是润肺化痰止咳。款冬花呢，下气化痰止咳，我们讲肺气上逆了，款冬花的药性是向下的，它下气化痰止咳。3个药配合到一起，虽说是一个偷懒的方法，但是还是比较巧妙，既有寒性的药物像知母啊、贝母，又有热性的药物像款冬花，3个都去止咳，一个是泻肺清热，一个是润肺，一个是下气。知母的话，我们10克左右；贝母的话也差不多这个量，也可以适当的少一点。但是款冬花的话，量不要太大，干燥的花朵质地非常的轻，10克的话那会很多，一般放3到4克左右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长按点赞、强力推荐、关注我，持续更新。